学生只因误食一颗通红的果实，嘴巴里就长出一条阔鱼，而旁边的校霸看到后露出兴奋的表情，随即便强行帮助对方拔了出来。最后狠狠将对方推进河里。由于陈叔亮在文月的脖颈处发现枝桠，于是来到当时的卫生间寻找线索，并在地上找到一张护身符，而这正是施丽琼随身携带的。他立刻找到对方询问情况，原来就在抢夺雪玉果的当天晚上，施丽琼想让新宇帮助一起抢夺，可还没等他有所行动，陈俊宏就听到消息来到卫生间里，同时雪玉果的罐子也被打飞在不远处。施丽琼刚要冲过去抢夺，就被赶过来的陈俊宏狠狠抱走。施丽琼看到陈俊宏和文月吵了起来，立即趁着间隙快速逃离了卫生间，而躲在隔间里的新宇趁机拿走雪玉果。文月还在不停地殴打陈俊宏，导致他回忆起父亲施暴自己的过程，最终让陈俊宏做出应激的反应。他狠狠掐住文月的脖子，将其扔出窗外。自此以后，一直生活在自责中，甚至还觉得如果不是施丽琼和新宇欺负文月，自己就不会因此害死心爱的文月。于是拿出匕首，决定彻底解决掉两人为其复仇。而新宇在吃下雪玉果后，也开始疼痒难耐。这一幕被旁边的陈叔亮发现异常。回到家后的新宇已经感觉到喉咙说不出话，只有再次吃下雪玉果才能得到缓解。可果实吃的越多，副作用就会更加猛烈。为了不暴露秘密，只好戴上口罩上学。这天，学校广播再次发出警告，所有人立刻戴上口罩，快速离开学校。但新宇已经被雪玉果折磨得不成人样，恰巧又遇到已经疯癫的陈俊宏，他只好扭身跑进附近的森林，却意外发现黑衣少年的踪影，并跟随着对方来到一处荷塘边。想要一起出来吗？我听不清楚，把口罩摘了吧。而陈俊宏也尾随着来到池塘，并强行撕扯掉新宇的口罩。只见他嘴巴里长出一条阔鱼，而陈俊宏看到后露出兴奋的表情，随即便强行帮助对方拔了出来，最后狠狠将对方推进河里。同时，陈叔亮在学校里也发现自己的好友张磊变成一张巨大的鬼脸。刘主任，是要一起离开吗？好了吗？随后鬼脸被大风缓缓吹走，消失在陈叔亮眼前。他好奇地探头向窗外查看，结果下一秒等再次醒来才发现只是一场幻觉，窗外根本没有任何鬼脸，脖子也没有被绳索勒过的痕迹。陈叔亮顾不上跟过来的施丽琼，因为他已经觉得此事并不简单，于是立即奔赴学校，想要一探究竟。路途中却撞见高老师向某处地方狂奔，感到好奇的李叔亮立刻跟了上去。刚来到池塘边，就发现打捞队将新宇的尸体捞上岸，同时陈俊宏由于太过思念文月，居然将雪玉果当成糖豆一样倒进嘴里，哪怕吃得呕吐也在不断往里塞。此刻只想见到自己心爱的女孩。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后，终于看到已经死去的文月，他坐在书桌上摆着双腿。陈俊宏被面前的一幕彻底震惊到了，当他躺倒在怀里的时候，心里的愧疚感也随之消散。为了女孩，他愿意付出一切。于是他们拿着铁锤来到学校，并拿着全校榜准备将冲刺班前30名全部锤死。王新宇真垃圾，凭什么考上冲刺班？哼，冲刺班吗？我两个就够了。放这样，去不了。而此刻，冲刺班的学生正诡异地歪着头离开学校。随后，两人拿着铁锤对照名单，一个又一个抡倒在地。冲刺班的。
这时，一群老师得到消息后赶来，可就在陈俊宏放下武器被抓住时，却发现文月拿着名单笑着离开，这让原本平复下情绪的陈俊宏再次发狂，随后挣扎地朝着文月的方向前去。学校响起的广播将醉酒中的父亲惊醒，并得知儿子在学校用武器杀人。眼看陈俊宏即将被老师们抓住，父亲及时出现将其救了下来，随后便一路逃窜到森林里，坐在大树下，并从嘴里吐出一口黑烟，当场死去。而他的父亲也接受不了现实，最终选择用皮带接受了自己的性命。村民们也发现陈俊宏的尸体，并说出一句奇怪的话语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以上就是最新台剧《聪明镇》第4期内容。